这个男孩天生对空气过敏，一旦接触外界，就会全身起红色疙瘩，呼吸困难。而他父母想到的治疗方式，就是把他送到一家神秘医院，让医生用电钻钻进他的大脑。但结局远远没那么简单。这就是2019年最强反转恐怖片《禁闭男童》。故事开始，一个叫伊莱的男孩患上了一种罕见病，只要与外界空气一接触，就会全身过敏、发红、呼吸困难，所以他每天只能生活在无菌环境中，出门必须穿上厚厚的防护服。他的父母找到一家说是能治愈这种怪病的医院，于是带上伊莱前往。刚出门，伊莱就被邻居家的坏小孩们嘲笑欺负，不小心摔倒后防护服被划破，伊莱瞬间面红耳赤，呼吸急促。妈妈安抚之后才逐渐好转。路上他们还碰到了一个荡秋千的女孩，看上去似乎与常人不同。穿过阴森的树林，伊莱一家来到了这座透露着诡异气息的医院。完成进门消毒后，医院的院长霍恩医生出现了。院长让伊莱脱下防护服，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尝试。随后院长向伊莱解释他的病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，可以用一种编码的病毒进行修正。在参观医院的路上，伊莱发现了一条漆黑的走廊，院长解释还没装修好不能进入。回到房间后，伊莱脱去了防护服，神奇的事发生了，他竟然没有过敏，这让一家人欣喜若狂，觉得伊莱的病终于有救了。然而到了晚上，伊莱突然发现床头的窗户似乎有人在哈气，甚至出现了爪印，但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。第二天，医生把伊莱带进了手术室，给他称重、拍照。就在伊莱疑惑时，护士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。手术开始，伊莱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被固定在手术台上。霍恩医生告诉伊莱，他的免疫系统之所以生病，是因为身体里的相关基因受损，导致骨髓里的干细胞无法产生抗体。注入他们研究的病毒后会修复那个基因。突然，仍在手术中的伊莱在反光镜中看到了一个全身被烧毁、面目狰狞的男人，随后做了一段可怕的噩梦。第二天早上，伊莱在房间醒来，突然他听到一阵异响，原来是来的路上看到的那个小女孩正在用石子砸他的窗户。伊莱跑下楼来到女孩面前，女孩表示自己叫海莉，就住在附近。看上去海莉很想跟伊莱做朋友，并神秘兮兮地告诉他 Look, I don't mean to freak you out, but there's just something off about the whole place. Gives me the creeps. 海莉走后，伊莱经过了一个漆黑的储物间，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。角落的摇椅莫名其妙晃了起来，旁边还有一个身体向后90度折叠的小女孩。镜子里的女孩向伊莱缓缓走来，她拿着手电筒向远处照去。女孩赫然出现在走廊尽头，吓得伊莱当即拔腿就跑。然而没跑多远就不小心摔倒了，身后的帘子上出现了女孩可怕的倒影。就在帘子即将被掀开时，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伊莱爸爸。晚餐时，伊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母，但他们却不以为然，认为是他来到新环境所产生的幻觉。到了晚上，正躺在床上学习魔术的伊莱突然被一阵嘎吱声吸引了注意，抬头一看，衣柜门竟然自己打开了，门上的镜子正好对着窗帘，似乎有未知生物正在里面蠕动。伊莱鼓起勇气拿着手电筒朝窗帘走去。Who are you? 他猛地掀开窗帘，里面却空无一人。随后伊莱向窗户哈了一口气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诡异的一幕再次发生了，窗户外仿佛也有人哈了一口气，把伊莱的名字改成了谎言兰。伊莱顿时吓得不轻，正当他转头看向衣柜门的镜子时，一只可怕的手突然伸出，随后柜子后面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。伊莱想要逃跑，却被那双手给死死抓住。在他的大声呼救中，伊莱的父母连忙赶到了房间。饱受精神折磨的伊莱濒临崩溃，医生告诉他的父母必须尽快进行第2阶段治疗。再次被带进手术室的伊莱无助地躺在手术台上，一针麻醉下去，伊莱痛苦不堪。护士将他的头发剃掉后，院长二话不说就拿起电钻，果断朝他的头顶钻开了一个洞。伊莱在剧痛中逐渐陷入昏迷。晚饭时，伊莱告诉父母，他觉得院长让他的病情更糟了。然而父亲却大发雷霆，问他是想留下还是走人。无奈的伊莱只好再次妥协。深夜可怕的事情再次袭来，卫生间的灯光突然不停闪烁，浴帘后出现了恐怖的人影，浴室喷头也莫名其妙自动打开，突然流出的鼻血以及镜子里的鬼影，这一切都把伊莱吓得迅速逃出了卫生间。可是卧室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。就在鬼影即将追上伊莱时，他连忙躲进了那个诡异的衣柜里。此时一阵阵撞击声不断传来，镜子也突然碎了一地，下一秒整个衣柜就被直接推倒。等到外面声音逐渐消失后，伊莱小心翼翼爬了出来。这时他震惊地发现，衣柜门上竟然刻满了自己的名字以及谎言一词。随后父母和医生赶到了现场，但是他们没有人相信伊莱的说法，都认为是他自己干的。这天晚上，伊莱再次碰到了海莉，并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他。海莉说，之前住在这的另一个男孩也发生过一样的事情，并在治疗的第3阶段开始后，就再也没看到过他了。伊莱此刻觉得必须要离开这里。正当他打算回去找父母时，突然一双隐形的手把伊莱拽倒，镜子里也映出了那几个鬼魂的身影。他们把伊莱拖到了大门口，
正当大门逐渐开启，伊莱开始呼吸困难时，父母和医生及时赶到，将他救了回来。伊莱当即质问院长之前男孩的事情，但院长却装傻充愣，表示不知道。愤怒的伊莱一拳砸碎玻璃，随后便昏迷了过去。看着病情愈发严重的伊莱，院长建议父母尽快开始第3阶段治疗，并交给了他们一瓶安眠药。回到房间后，母亲盯着伊莱吃下安眠药后才放心离去，但伊莱转眼就把药片吐了出来。此刻的他已经不相信任何人。镜头一转，院长正一脸冷漠地将伊莱的防护服烧毁，仿佛他再也无法走出这间医院。傍晚，伊莱再次跟海莉了解之前男孩的事情。他怀疑那些鬼魂是在帮助他逃离这里，因为一直反复出现的单词谎言。倒过来看，正是一串数字317。伊莱认为这一定就是手术室门的密码。等到夜晚来临后，伊莱悄悄走到手术室门前，输入了317。果然，门开了。伊莱在手术室里发现了之前在这治疗的孩子的病历，他们无一例外全都死在了第3阶段，且死相惨不忍睹。此刻房间里，伊莱父亲告诉妻子，伊莱第3阶段的手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妈妈顿时坐不住了，与爸爸争吵起来，决定收拾行李带伊莱离开这里，但是却被医生给劝阻了下来。手术室里，伊莱不小心碰倒杯子，引起了护士的注意。伊莱跑回房间后碰到了父亲，他把自己在手术室里看到的告诉了他，但父亲却趁伊莱不备给他注射了镇定剂。赶来的护士连忙带走伊莱，准备开始第3阶段的治疗。好在伊莱拼命挣脱了束缚，跑进了院长的房间，并在书架上发现了一张相框。照片上的院长穿着的竟是修女服。随后，伊莱在蚊子的引导下来到一间地下室，这里的空气并不纯净。伊莱捂着口鼻走下楼梯，地下室正中摆放着十字架，看上去是用于祭祀的地方。随后，医生赶到，将伊莱锁在了里面，而父母也狠心离去，等待镇静剂生效。没过多久，伊莱体力不支倒在地上。正当他以为自己即将失去意识时，伊莱震惊地发现他竟然可以正常呼吸，并且完全没有过敏。原来他根本没有生病。得知真相的伊莱感觉受到了父母的欺骗。听到儿子的呐喊，伊莱妈妈实在不忍心儿子独自在冰冷的地下室，决定下去看看。看着儿子无助的背影，妈妈也彻底坦白了。I'm sorry I lied to you. You were allergic to the outside, but I had to make you believe you were to protect you. But baby, you've got to see this last procedure through, and then I promise you, I will explain everything. 突然，伊莱昏倒在地，妈妈赶紧打开门过去查看，殊不知这是儿子设下的陷阱。翻手就把妈妈敲晕，趁机逃了出去。伊莱发了疯似的想要逃离这里，他拿着灭火器拼命砸着玻璃，而站在外面的海莉淡定地看着这一幕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伊莱被随后赶到的医生们带走。这时海莉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Don't be afraid, Eli. Don't be afraid. 这时地下室里的母亲也醒了过来，发现砸晕她的十字架里竟然藏着一把匕首。随后她用力推开了身旁的井盖，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，井里堆满了小孩干枯的尸体，他们全都没有挺过第3阶段。与此同时，父亲联合护士一起把伊莱绑在了手术台上。然而下一秒，伊莱母亲拿着匕首挟持院长走了进来。幡然醒悟的母亲质问着院长那些干尸的来历，却被父亲巧妙接过匕首交给了院长，随后将伊莱的母亲强行抱走。但是院长并没有立即开始手术，而是披上了圣袍，拿起圣剑念起了驱魔咒语，紧接着将圣水洒在了伊莱身上。伊莱的皮肤顷刻间开始溃烂，但是伴随着伊莱的惨叫，手术室的灯突然全部碎裂。这时院长拿起那把十字架匕首，就在即将插入伊莱心脏的前一秒，匕首停在了空中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阻止他，随后就调转了刀头捅向自己。此刻伊莱已经挣脱了手铐，全身血红，眼珠变色的他仿佛已经化身恶魔。一声怒吼下，所有人都被击飞数十米远。修女们想要逃走，却无法打开手术室门。伊莱的力量已经完全觉醒，他用意念把修女们操控到空中，随后开始大声质问母亲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在母亲颤颤巍巍的回答中，本片故事迎来了终极反转。原来伊莱是恶魔撒旦的儿子，母亲婚后一直想拥有自己的孩子，奈何却始终没有成功，于是每天都在向上帝祈祷，然而换来的却是恶魔的回应。撒旦允诺母亲伊莱不会像他一样，但是他被欺骗了，所以才找到修女想要净化他体内的恶魔。就在这时，父亲突然拿起匕首准备偷袭伊莱，但没想到被伊莱一招爆头。看着绝望无助的母亲，伊莱没有痛下杀手，他站起身走出手术室，所到之处都燃起了熊熊烈火。离开医院后，伊莱的皮肤也逐渐恢复正常，而门外的海莉早已等候多时。原来他们都是恶魔撒旦的孩子，包括之前没有挺过第3阶段的几个。撒旦不允许孩子们互帮互助，必须依靠自己来激活他们的能力。这时母亲给伊莱披上了外套，就这样带着2个小恶魔踏上了寻找恶魔父亲的道路。虽然不少人吐槽结局反转过于生硬，但是贯穿全片的关键词谎言被导演运用的极其巧妙。父母欺骗了伊莱，不告诉他身世以及病情的真相；修女们也欺骗了伊莱，隐瞒了病情和治疗真相。而父亲和修女欺骗了母亲，让他以为之前的每个孩子都被治好了，实则是都被埋葬了。而恶魔也欺骗了母亲，表示伊莱出生后不会像自己一样。几重谎言构成了本片最大的亮点。我是77，期待我们的下次相遇。